係嗰網友嗱，呢條片係講嗰個稀土問題啊，即係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收呢個中國好高關稅啊，曾經收到145%，結果咧係兩個問題令到佢要即刻將個關稅降翻落嚟，同中國達成協議嘅。就係一個咧就係、如果冇晒中國嘅商品咧，就係美國會出現短缺嘅現象啊。第二咧就係嗰個稀土嘅問題，稀土嘅問題咧搞到福特間呢個汽車廠咧已經停咗工1個月，然後先至復工嘅。因為咧原來好多地方咧係要用呢個磁鐵，如果一冇咗嗰啲高能磁鐵嘅話，咁嗰啲電機嗰個就做唔到原本嘅參數，呢個係問題。呢個係一架車入邊咧有好多度咧有摩打，個摩打咧就好靠嗰個高能磁鐵。如果唔係咧，佢公佈咗個參數做唔到，於是咧福特咧就係有好多工廠咧停咗工，而家咧就復翻工，就因為咧福特係可以攞到張 permit 係攞一啲稀土嘅。咁而家今日講嘅嘢咧就係德國商報嘅一個報告，講中國點樣係大量不顧環保喺呢個緬甸攞呢個稀土啊，就係而且呢個係中國對稀土嘅控制，將係唔係可以置美國於死地？好啦，嗱呢隻純素嚇，好強調純素。呢個係有純素認證嘅，對大家嘅皮膚咧就非常好嘅。呢3個產品，呢一隻純素深層毛孔清潔面膜，搽上去令你深層清潔，然後咧就帶咗弱鹼性。呢隻面膜就好緊要啦，係純素蘆葦面膜啊！大家知道蘆葦嘅呢個蘆薈啊，講錯蘆薈。咁咧就係佢唔係用呢一個咩嘅喎，佢唔係用木質或者棉花嘅嗰個 mask 個底喎，佢咧係用純植物纖維嘅，自己做出嚟嘅。咁呢個咧有8片，呢個就係，仲有呢隻咧純素乳木果油潤手劑咧，呢輪咧全部9折嘅，呢個就係德國商報業。中國破壞性交易係利用佢嘅一啲優勢喺第2個國家攞啲稀土翻嚟到鞏固佢嘅稀土地位。緬甸事實上係中國最重要嘅稀土供應商，背後係龐大嘅國際利益啊！你見到 Donald Trump 咧就係急得幾犀利，關於稀土問題。所以咧，佢雖然都嗰啲其實遠水嚟嘅，救唔到近火，但係佢都要話要攞格陵蘭，話要烏克蘭供應嘅礦產，其實都係咁解。根據中國海關2024嘅數據，中國入口嘅稀土2/3來自緬甸，即係絕大部分㗎。呢啲稀土咧喺緬北嘅克欽邦開採，再運去中國進行加工處理，喺克欽邦攞咗，但克欽邦咧係內戰嘅地方嚟嘅。據市場研究機構呢一個 Artemis Intelligence 數據，全球57%，超過一半嘅金屬鍺同埋鋅來自緬甸。呢兩種金屬咧都係重稀土，用嚟生產電動汽車磁鐵嘅關係部件嘅鍺同埋鋅。57% 來自緬甸，根本係環保組織 Earthright International 估計，由於緬甸稀土佔全球嘅比重相當大，幾乎冇邊個電動車嘅磁鐵入邊冇來自緬甸嘅爭議性原料。點解爭議性啊？緬甸侵犯人權、破壞環保，仲係內戰緊喎，係制裁緊緬甸軍政府喎，但你哋完全冇嘅辦法。Foxback 緊舊年佔據全球對鍺同鋅嘅需求嘅2%同埋3.5%，大眾用嘅稀土係佔咗全球用嘅呢個鍺同埋稀咧係2%、3.5%。明知喺中國買嘅材料
來自第三國，尤其是緬甸，但係冇辦法要佢澄清。要佢澄清咧，你覺得唔可以從緬甸買，咁你咪自己捉蟲咯。於是你就隻眼開隻眼閉。由於高度複雜嘅多級供應鏈，國際企業冇辦法對每種原料追查你喺邊度採礦嘅。佢唔係嘅，佢係錯綜複雜嘅。嗰啲泥入邊又可以提煉下呢啲，又可以提下呢啲，使到爭議性嘅原料咧廣泛流入全球嘅供應鏈。由於中國提供國內嘅環保標準，使到稀土開採難度增加喎。呢個好笑。嗱，習近平係講環保嘅喎，佢講呢個青山綠水就金山銀山喎。咁於是咧，國內嘅環保標準就提高，咁於是採礦咧就冇咁平咯，就貴咗咯。稀土業轉去緬甸發展，喺緬甸中國企業過去啲年咧係可以自由落戶落去生產稀土嘅，係可以破壞晒個環境嘅。由於內戰，緬甸冇中央政府監管。喺使緬北嘅採礦活動咧不受監督，盛產稀土嘅緬北地區為中國企業提出咗最理想嘅開採環境，就係冇人拎冇人管，俾啲貪污咧就搞掂啦。嗱，我哋睇下呢個就係嗰個實際上嘅稀土生產嘅數目。呢一個咧 China 咧就係12萬噸，澳洲2萬噸，美國15000。緬甸5000噸，呢一個俄國2600，印度1800，跟住落嚟咧就得1000嘅啫。呢個就係2021年軍事政變咗之後咧，個稀土開採先至繁勃嘅。根據當地嘅智庫調查咧，2021至2024喺克欽邦新開咗245個稀土礦場。比政變前嗰4年增加咗1倍以上，冧聲開，因為冇人管。245個場，呢啲場背後呢，唔係中國商家直接投資，就當地企業同中國 partner 合作嘅。2021至24，佢哋對中國供貨36億美金，4年間36億美金嘅採購價。係比緬甸軍政府政變前嗰4年係增加咗500%，5倍咗。緬北稀土礦咧，短幾年間成為價值幾十億美金嘅生意。唔同嘅政治團體都嘗試開稀土。緬北克欽邦稀土礦俾唔同嘅武裝力量掌控，並開採收入擴充自己嘅武裝，延長內戰。靠呢啲稀土賺啲錢翻嚟買多啲武器，呢個就係英國沃域大學嘅研究者丹尼盧恩話：中國企業以成本最低嘅方法開採稀土，係亂咁開，點樣平就點做，對環境高度有害。市場觀察家認為，中國原材料工業咧係為咗呢個柬埔寨嘅環境污染咧，要負最大責任嘅。原料專家呂莫直指呢個係中國嘅虛偽，一方面喺本國話呢啲開採方法咧不被接受嘅，呢要環保，同時繼續喺鄰國使用呢啲咁破壞性強嘅開採方法。泰國間大學幾個禮拜前發布對稀土礦附近嘅溪流採樣，溪水有極高嘅重金屬，所以咧嗰啲人一飲就大鑊㗎啦，同放射性元素輻射喎。污染令到人擔憂。同緬甸活動合作調查嘅英國環保組織 Earthright International 話，呢啲有害物質嘅污染可能導致嚴重嘅健康問題，好似癌症或者流產。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緬北稀土開採過程咧，為當地人民帶來極大嘅隱患，等當地嘅傳統經濟陷入危機。延長咗打咗幾年嘅內政，因為佢哋揾到錢。研究者丹魯森批評清潔能源汽車所換取嘅稀土開採有好大程度上被忽視，呢啲技術代價高昂，喺世界其他地方採取咧有極嚴重嘅後果。呢個就係呢一個咧就係隨着電動車就攞好多稀土。
隨着攞好多稀土咧，其實咧就好大嘅消極影響。根據美國地質報告啊，美國83.7% 嘅稀土進口依賴中國，重稀97%。呢啲不對稱嘅供需關係咧，等中國掌握晒重要嘅籌碼，要你邊個死咧就邊個死，呢個就係中國針對美國加稅提出反組合拳，美國加佢關稅嘛，我就唔賣啲嘢俾你。對7類中重稀土相關物資要出口 permit， 氈、加、鋅、鍺、鎏、礦呢啲咁嘅戰略物資咧，要有 permit 先能夠出口，佢咧就制死你嘅軍工業。美國現役同研發中嘅153種嘅主戰設備入邊，87% 嘅供應鏈要經中國稀土加工環節。再唔係呢個緬甸中國單方面嘅問題呢個就係呢一個87% 供應鏈係俾中國練過嘅。呢場圍繞稀土嘅博弈正重塑全球嘅軍工產業。譬如即將啟動嘅第6代戰鬥機 F-47，製造所需要加、鋅、鉞、鍺、重稀土全部依賴中國供應嘅。每架 F-47就係預計消耗8至12公斤嘅。每架 F-47咧都要8至12公斤，而家咧係被碾死咗嘅。英國嘅 SFA 顧問話 F-47所需要嘅鋁、鐵、硼、永磁物體、鋁塗層等等關鍵零件，如果攞唔到中國供應咧，大鑊咯，個生產要遲3至5年。中國呢次管制不但喺軍事領域，更涉及航空航天設備、風力發電、通訊技術呢啲咁嘅戰略新興產業。美國製造業產值恐怕縮水1.2萬美金，相當於 GDP 嘅 5.3， 等於呢個 GDP 嘅 5.3， 呢個就係呢個。好啦，美國唯一開採緊嘅咧就係加利福尼亞嘅 Mountain Pass， 但冇辦法分離到重稀土喎。而家採咗出嚟嗰啲就去中國煉嘅，而家咧就剛啱開始咧喺 Mountain Pass 度煉，但你煉唔到咁多出嚟嘅。美國國防部已經向該礦所有者提供資金嚟整新嘅分離措施。重耗呢個本來要搞幾個月嘅嘢，開翻之前自己開過嘅地方咧，就慳好多時間。產能咧只係所需嘅極少嘅一部分啫。呢啲咁名貴嘅鋼琴，呢個係非常難揾到嘅。美國國防部承諾撥款4億3900萬嚟幫助稀土供應鏈喺美國設廠，但要好似起到中國咁樣獨立完整嘅採礦加工同埋工業基礎咧，要幾十年時間。中國獨特嘅稀土串級集取係將17種稀土分離到純度 99.9999%， 哇！呢個真係勁。美國本土只係做到 99.5% 啫，而且仲要貴過人哋30%。好長嘅路要走，喺此期間一定要嘗試同中國合作處理呢一個係仲有好多條路去走，尤其是要處理呢一個係難得。呢個智庫嘅礦產專家認為呢個係美國幾時唔使靠中國呢？我係睇過另外一個報告，唔係佢個報告，係要10年，10年後呢，中國就如果你下定決心去做呢，你就可以唔需要靠中國。咁但係呢，你如果一下定決心去做呢，中國即刻減價推多啲稀土出嚟打死你喎。所以以做生意角度呢，唔能夠做嘅，只係政府角度可以做嘅啫，一定要透過政府補貼做。不過南華早報援引中國科學家嘅稀土雜誌發表嘅研究論文，
到咗2035年，中國嘅稀土原料咧佔62%，依然係好高嚇。透過模型預測，2040年咧跌到23%，因為隨着非洲、南美、澳洲採取礦業嘅開放，中國將徹底失去個主導地位。研究人員使用先進模型，2025-2024全球採礦決策同工業需求，涵蓋咗全球1000個礦床，144個可以開採嘅礦山。到2040年，全球對稀土嘅需求增加，非洲同澳洲相繼發展出更多更有潛力嘅稀土礦場。究竟除咗嗰個而家呢一個稀土嘅礦場之外，美國 Mountain Pass 有冇可能有第二個呢？歐洲又準備參加全球稀土供應鏈喎。中國稀土佔有率由目前嘅主導地位，而家中國精煉後嘅稀土係90%，跌到23%。2040年表示全球嘅稀土格局將會產生根本性嘅轉變。好啦，嗱嘅松葉蟹咧就冇咗好耐啦，而家剛啱恢復翻，大家去訂啦，大家可以去買啦。呢個就係288克，抵到無限啦。呢一個活發數買1送1，抵到無限啦。呢個就買完啦。Hancock Life Q10買1盒9折，第二入7折，呢隻嘢非賣不可嘅。韓國 Hancock Life Q10抗氧化維生素，呵護心血管健康，活力人生相伴。韓國 Hancock Life Q10抗氧化維生素產品咧，含有呢個 Q10嘅富鎂鋅維他命 B1、B2、C， 每日2粒，補充全日人體所需。Q10富鎂咧係有助調節高血壓，而鋅咧就增強抵抗力同促進細胞增長。想改善血壓、增強體質、改進新陳代謝、恢復年輕活力咧，就要食啦。一盒咧有240粒喎，4個月份量，原價720蚊，會員1盒9折，2盒7折。